东晋纪元咸和8年，后赵纪元建平4年，公元333年农历7月22日，大赵中央朝廷沉重宣告，大赵的卓越领导者、久经考验的封建主义战士、杰出的战略家、军事家、政治家、伟大的截胡奴隶石勒先生，因积劳成疾，经抢救无效，于后赵建平4年农历7月21日在襄国逝世，享年60岁。石勒的一生是勇敢的一生，英雄的一生，是一心一意为大赵事业发展服务的一生。先帝猝然去世，整个后赵朝堂瞬间变得忙碌，甚至混乱了起来。然而，就在大家按照制度给大清皇帝配备哀荣的时候，石虎却已经带着兵来武装奔丧了。石勒前脚去世，后脚中山王石虎就把太子石弘提溜到了大殿中央。与此同时，又将先帝朝的几个重要骨干，诸如光禄大夫程霞、中书令徐光等全部抓了，扔到监狱里。石虎的儿子10岁，则是带着重兵包围了皇宫，并且把禁卫军全部轮换成了自己人。文武百官一见这架势，纷纷如鸟兽四散，原地跑路。偌大的宫殿上，只有石勒的长子石弘，未来的皇帝，在原地怔怔发呆。石弘性格向来暗弱，看到眼前石虎父子的所作所为，他自知已经没什么转圜的余地了，便给石虎说：“我愿把皇位让位给中山王。”按说石弘已经表态了，石虎就假惺惺的把皇帝大座接住不就行了吗？结果石虎却一口回绝了，反而振振有词地说：“先帝驾崩，太子继位，理所应当，我可不敢乱了规矩。”石弘怕极了，以为这是石虎在表演3辞3让的假客气，于是呢，坚持一定要让位。结果这下让石虎更愤怒了，他大骂石弘说：“你若真是个废物，不堪重任，天下人自有公论，到时候皇位自然是我的，还用得着你现在让给我？”就这样，想当皇帝的石虎让不想当皇帝的石弘强行登基了。当然，石虎也没闲着，篡权嘛，名片上不印上10几20几个 title， 那还叫篡权吗？随后，石虎给自己加封魏王、丞相、大单于9次，封13郡，总领朝廷大小事务，一步到位，把自己加到了后赵之主，不是皇帝胜似皇帝。然后，石虎安排自己的儿子掌握兵权，并镇守四方，如任命10岁为魏王太子、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石宣为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石涛为前锋将军。石虎的所作所为是如此的让人愤慨。然而可笑又可悲的是，当石虎在王宫倒行逆施的时候，石勒生前安排的种种拱卫江山的保障却没有一个管用的。太子向来文弱，已经成了傀儡，亲儿子石弘、干儿子石堪已经被控制了起来，中央重臣程霞、徐光已经被关到了牢里，正遭受严刑拷打。镇守四方的都督里面也没有一个站出来反对石虎的，唯一有点血腥敢于向石虎亮剑的，居然是石勒的皇后刘太后。刘太后毕竟与石勒一同生活了很多年，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崛起，经历过残酷的斗争和历史的考验。她虽然不是石弘的生母，但当发现石勒留下的所谓的儿子、养子、侄子都不靠谱的时候，她就知道是自己躬身入局的时候了。刘太后主动出击，秘密联系上被石虎关押的石堪，准备联合几个藩王的力量，共同起兵反抗石虎。她问石堪说：“先王留下的基业眼看着就要覆灭了，彭城王，你打算怎么办？”石堪回答说：“现在中枢已经被石虎控制住，先帝留下的旧臣也都被清洗，在这首都咱们是掀不起什么浪花了。因此我建议动用四方都督的兵力，我连夜去兖州挟持先帝第4子南阳王石辉起兵，再以太后您的诏书广发檄文，号召天下兵马进京擒王。”石堪作为久在军中的将领，谋划方面的能力还是不错的，只可惜刘太后和石堪都没有想过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万一亲儿子石辉不想反抗石虎怎么办？石勒的干儿子石堪单枪匹马秘密前往兖州，联系石勒的亲儿子石辉，结果因为不可抗力没有得手，反而被石辉打跑了。暴露行踪的石堪很快就被石虎方面抓获，然后被送到襄国首都，被石虎用小火慢慢炙烤而死。刘太后也因为秘密泄露被石虎处死。
而那个石堪和刘太后想团结的那个石勒的亲儿子，镇守兖州的南阳王石辉，却在事后被石虎解除兵权，一纸调令调到了首都，然后就被无期限的关押了起来。镇守东边的亲儿子石辉一枪不发，剩下干儿子们可坐不住了。镇守洛阳的石朗和镇守关中的石生宣布起兵反抗石虎，捍卫石勒的江山。石虎篡权2个多月了，整个帝国一片平静，都没人跳出来反对，这本身就很不正常。如今石生、石朗起兵闹事儿，这才是符合正常规律、符合石虎判断的事情。因此，早就有准备的石虎亲自带领大军7万，浩浩荡荡地奔赴2处战场。不得不说，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令人悲伤的。石虎在洛阳金庸城合围石朗，石朗兵败之后被俘虏，石虎先砍断他的双脚，然后再拉出门外斩首。而石生据守关中对抗石虎，本来都已经打得石虎节节败退，致使石虎枕尸300余里了。结果石生的部下反水，砍了石生的脑袋送给石虎，该六大军旋即原地投降。石生的部下郭全继续举起义旗来反抗石虎，逃到上邽地区组织兵力，然而又是一样的悲剧。上邽本地豪族集体反水，抛弃郭全，选择石虎，在内部发动致命一击，将郭全杀害。至此，所谓石勒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赵江山，石虎前后一共只用了1年就全部拿下了。那么到了此时，没有后顾之忧的石虎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杀人了。334年9月，皇帝石弘带着自己的皇帝胤喜前往石虎的魏王宫，请求将皇帝之位禅让给石虎。石虎很烦，他讨厌这个孩子3、3、5次的要把皇位让给自己。在他看来，那皇位本来就是我的，还用得着你让吗？于是他破口大骂说，石弘就是个废物点心，应该把他废黜，还说什么禅让。石弘被石虎一通臭骂，灰心的回到自己的住处，哭着向自己的生母说，先帝留下的基业看来真的要一点都不剩了。随后官员们自觉地开始走流程，并于2个月后将石弘废为海阳王。而石虎则是把石弘和他的3弟石弘、4弟石辉、母亲程氏等全部凑在一起，组团杀光。至此为止，石虎兑现了当初的诺言，令原来的主上石勒彻底断子绝孙了。虽然此前所说石虎曾经将石堪用小火烤死已经很可怕了，但是在这儿有必要提醒大家，接下来石虎的表现要比之前更加恐怖，朋友们最好做一下心理建设再看。杀死石勒的子嗣之后，群臣建议石虎登基称帝，而石虎却拒绝称帝，说道合乾坤可称皇，德协人神可称帝，我什么都没有，皇帝之号可不敢当，还是称赵天王吧。随后这个大畜生就开始了泯灭人性、贪暴残忍的统治，比如宋钟事件。石虎为了把邺城修建成天下最豪华的帝都，下令将原来的西晋旧都洛阳城里还残存的几个大型奇观都搬到邺城来，比如青铜钟具、九龙雕塑、翁仲石像、铜驼、飞廉神像等等。大家试想一下，自洛阳被攻陷到如今已经30多年了，几十年来，哪怕是洛阳沦为废土之时，也都从来没人对这几个奇观物件打过主意，没人偷没人抢，难道是因为大家不喜欢吗？还不是因为这些奇观太过于庞大厚重。但是石虎不管这一套，发动军队务必将这些奇观送到邺城。在运送的途中，有一口钟在运送途中掉到了河里，石虎为了这口钟组织了一个300人规模的潜水队，动用上百头牛牵引，造了一艘规格可负载1万斛粮食的大船，以及专门开辟了一条通往皇宫的公路，无论如何要死要活也要把钟送到邺城。再比如造大桥，他听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的弱智意见，要在邺城皇宫以南建一座跨河飞桥，每天光往河里填巨石就累死了好多人，前后后消耗钱千亿万，饿死民夫百姓无数。与此同时，又因为老百姓都被他抓去干活，无人生产，导致物价崩溃，米价迅速飞升至1斤黄金2斗米，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停止了这项工程。然而造不了大船，那就造大宫殿。石虎下令在邺城新建一座太武殿，太武殿规格极大，仅地下室就能容纳500名甲士。又在邺城新建2座东西2宫，宫殿极尽奢侈之所能，金当、金柱、银营、玉璧、珠帘，能用尽用，全部铺满。然后是造大烛台。一个叫成功段的坏种给石虎建议说，
诗经上说了，宫中的火炬有专门的称呼，叫做庭燎。石虎很兴奋，指示成宫盾在宫殿里建一座10层高的烛台，上面是巨型蜡烛，蜡烛下面站上活人，用绳索造人工升降梯上下移动。然而这种奇观的唯一作用，就是在百官朝会的时候，烛台上的蜡烛翻盘掉下来，当场烫死7人。除了酷爱大型奇观，石虎的另外一个爱好就是美女，而他的荒唐程度也到了亘古未见的地步。他先是专门修建了储存美女宫殿灵凤台酒店，在民间大肆征选美女住进去，然后又在后宫组建了一个1万多人的女表演队，天天变着法的排练表演各种有趣的节目，然后又给这个专门设置了18个等级的女官。随后石虎又心血来潮，又在皇宫设置了女太史、女乐队等编制。这还没完，到了后期，石虎又把女官的编制扩大，增至女官24等，并把这一制度大面积铺开，在全国各地70多个封国都配备了女官。他还特别喜欢大排场，又在军队里整出了一个1000多人规格的女仪仗队。形式上的东西弄完了，石虎准备给自己来点实在的。石虎又下令在民间征发13岁以上、20岁以下女性3万人，全部送到宫里，等着石虎分配和宠幸。石虎是老畜生，他的儿子石宣就是个小畜生。石宣和后赵的各级干部们趁着石虎抢夺民女的契机，也纷纷下场抢人。没嫁人的直接抢走，嫁了人的就把你夫家全部杀光，然后再抢走。就这样，石宣等人前后后又掳走了1万多名妇女。折腾完妇女，石虎开始打猎。石虎一生酷爱打猎，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活埋俘虏和打猎。如今，石虎经过多年的骄奢淫逸，俨然已经是比董卓还要臃肿肥胖的人了。巨大的身躯已经连战马都扛不住了，更别提运动了。那怎么打猎呢？好说，坐车呗。石虎下令造打猎车1000辆，每辆车光车辕就7米长，高5米，5米之上又是5米高的网。此外又做了革兽车40辆，每辆车都有2层，2层上面又搭了3级刑楼。穷骄极奢造打猎工具也就算了，关键是石虎的这个猎场面积巨大。按照史书记载，北到临昌津，南到荥阳，东到阳都，在接近300里的土地里，不顾其中百姓死活，强行划为猎场。而且石虎还派专门的巡查官，规定这一地区的老百姓不得伤害野生动物，必须留着这些畜生，等着石虎这个大畜生前来打猎。而且一旦发现老百姓伤害野兽的，通通处以极刑，就地砍头。那老百姓忍辱负重，不搭理那些野兽，行吗？答案是不行。石虎派出去那些巡查官员都是非常典型的封建剥削官僚，他们趁着皇帝不干人事的时候，大肆给自己敛财。只要发现百姓家里有美女或者品相良好的牲口，他们就威胁勒索，如果你不愿意给，那他们就以伤害野生动物为名，将你这一家全部处死，然后再把东西抢过来。而这样的惨案至少发生了上百起，在石虎的治下，真可谓是人比兽贱。然而朋友们，尽管奇观打猎强抢民女的破坏力已经很大了，但是还不如接下来的恐怖。石虎还有一处没有发力，那就是打仗。好大喜功的石虎就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雄性牲口，贪婪暴力，猛打猛冲，毫无章法。不过具体到打仗这件事儿就有一些难办了，因为战争是需要极强的物质基础保障的，没钱没粮没人，就算再厉害的政权也无能为力。然而就物质生产资料这一条，对于石虎来说竟然也是小意思。他的逻辑也是出奇的简单且粗暴，没钱就搜刮，没人就去抢人，没粮食就逼着百姓吐出粮食。比如石虎为了进攻辽东半岛，下令山东地区百姓出粮食300万斛，然后又摊派给当地造大船1000艘的徭役，再让本地出民夫1万人去前线开垦荒地。再比如石虎跟鲜卑的慕容晃、慕容恪父子作战，下令司、冀、青、徐、幽、兵、雍7州的老百姓5丁取3，4丁取2，连同邺城已有的部队组建成一支50万的大军，再准备豆谷1100万斛，再造大船1万艘，再把物资从黄河运到大海，以备作战之用。这还没完，由于朝廷的马匹短缺，石虎直接下令不许民间私自养马，谁敢养马就腰斩谁，而且现在家里有马的必须全部上交政府。就这样，他又从民间抢夺马匹4万余匹，
气势汹汹地打完北方，石虎紧接着就要打南方。石虎以需要进攻东晋为由，下令黄河以南4州及其作战用的军备，兵、朔、秦、雍4州准备打仗用的钱，青、冀、幽3州武丁、抽3及其打仗用的人。而身为所谓的天下共主的石虎，却一毛不拔，拖着令人作呕的臃肿的身躯，在邺城王宫里作威作福。随后，石虎又规定，前来报到的士兵每5人为1个单位，要自行凑出1辆军车、2头牛，每人自带粮食400斤，圈10匹，凡是完不成的，一律砍头。如此穷乏民力，刻薄严峻，结果便是老百姓卖孩子也不足以凑齐费用。绝望之下，全家全族集体上吊自杀，以至于道路两旁全是尸体的景象随处可见。但即便是这样，石虎和后赵朝廷也未曾对征发之事延缓过半刻。此处的人死光了，就把任务摊派到另一处，反正天下的贱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即便是用竭了，还可以对外发动战争，从别处掳掠人口。或许小伙伴们看到这儿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了。历史上看，无论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像石虎这样穷凶极恶、暴虐残忍，完全不考虑任何后果，没完没了、毫无底线的剥削和残害民众。这是为什么呢？或许下面这个故事能让你恍然大悟。公元347年8月，一个叫做吴进的和尚给石虎进言说，我观察天象，发现胡运即将衰败，晋人即将复兴，应该使劲奴役晋人，以压制住他们的气运。石虎听了这话非常重视，恶从胆边生，旋即征调附近郡县的男女百姓16万，征发百姓车辆10万辆，把他们圈禁在邺城北边，修建所谓的长宽各10里的华林院和长墙。一部分朝臣以天象紊乱为由，劝谏石虎不要再折腾了。没想到石虎却歇斯底里地说，这墙就算是早上建好，晚上就塌了，我也在所不惜。可见石虎并没有对奇观有什么执念，他想做的无非就是折腾民众，或者更聚焦一点，奴役晋人，或者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对汉人进行有计划的种族灭绝。作为一个统治者，搜刮民膏民脂，压榨民力财力，必然会导致帝国动荡，无异于饮鸩止渴。爱惜民力，与民休息，才能长久发展。你以为这样的道理石虎他不知道吗？其实他什么都知道。他所做的一切，诸如抢走汉人年轻的女子，不断逼迫汉人男子劳作或打仗，抽空民间的物质生产资料，制定一大堆荒唐害人的政策，让汉人大面积饿死、战死、累死、自杀，本质上都是苦役晋人，以咽其气。匈奴刘渊那一期我曾经说过，两晋南北朝不能只看民族矛盾，要先观察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大爆发才是民族矛盾的导火索。但是出于负责任的态度，本期我不得不放一些暴论。石虎在位的年代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高度杂糅、双重矛盾极度剧烈的时代。石虎和他的走狗们对一般民众犯下的罪行，既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也是以截胡为代表的六夷杂胡对普通汉人种族进行残忍屠杀的过程。我们不能忽视石虎为了压制所谓的晋人气运，在天下无事之时，仍要征发50万人做兵器，征17万人做拉船的纤夫，征16万人修长安、未央宫，征26万人修洛阳宫。也不能忽视后赵崩溃之时，中原地区20万汉人移民渡过黄河，南逃东晋，结果东晋朝廷救援不及时，难民被鲜卑慕容晃羌人苻坚掳掠，最终20万人死亡咸尽。更何况石虎如此赤裸裸地毁灭一个民族，其后果必然是遭致汉人强烈的反弹。比如在胡汉矛盾大爆发的那一晚，一个野心家冉闵公然喊出杀一个胡人就能升官发财的煽动言论之时，旋即将汉人被压迫多年的怨恨引爆，以至于他们纷纷拿起屠刀见胡就杀，致使一个晚上高鼻多须者被杀1万多人。读史是用来明智的，不是用来强化信息茧房的。有些尖锐的问题，即便古人和教科书换一种说法，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本质。民族矛盾就是民族矛盾，石虎在种族灭绝就是在种族灭绝，回避和敷衍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真正负责任的态度是在后赵覆灭之后，五胡16国期间，前秦也好，燕国也好，再没有一个胡人政权敢公然地宣称胡汉分治。难道是他们不愿意分治吗？还不是在往后的政治家们在看到石虎这样瞎搞，尝到了所谓的苦役晋人的滔天恶果而有所忌惮了。
石虎之可恶，罄竹难书。然而石虎该死这个念头不光是我们这样想，连他的儿子10岁也这么想。石虎成天王之后，把生活的全部重心都放到了奢侈享受和大兴土木上，而国家运转的正常事务则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即太子10岁。这个10岁我们曾经在吃人那一期里说过，可谓是变态加恐怖的结合体。石虎当甩手掌柜之后，10岁领百官事务，因为权力极大又无人看管，所以每天过着酒色过度、骄纵无道的生活。怎么个骄纵无道呢？比如有时候去学他的畜生爹，外出打猎，鼓乐齐鸣地返回宫中；有时候半夜心血来潮，听说谁家大臣的妻女好看，就跑到臣子家中奸淫他们的妻妾。当然，最恐怖的就是吃人事件。10岁会专门观察挑选宫中比较漂亮贤淑的女子，把她们精心梳妆打扮，收拾得漂漂亮亮之后，一刀砍下头颅，然后洗干净血迹，放在精美的盘中，做成摆件，传递给众人观赏。这还没完，从先帝石勒到现在，整个后赵都非常推崇佛教，高僧佛图澄还曾经在两赵相争的灭国大战中发挥过作用。同样的，到了10岁这儿，他也对佛法产生了兴趣。比如他会跑到皇家寺庙里，从中寻找有美色的尼姑，然后先将其戏弄强暴，之后再杀了他们，把尼姑的尸体混同牛羊肉和在一起煮着吃掉。自己吃还不算完，他还把那些肉赏赐给左右的人，想让他们知道肉的滋味。就10岁这样一个反人类的变态，反而很得石虎的欢心。他曾经当着朝臣的面说，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残杀，故使朕得了天下，阿铁是我的大儿，朕怎么忍心杀了他呢？当然，石虎这话马上就要啪啪打脸。变态10岁遭到魔头石虎，也必然会碰出不一样的火花。两人的矛盾的源头一开始是在工作上的局域。10岁作为太子监国之后，看到石虎天天不是喝酒就是打猎，以为石虎对国家事务不太上心，因此比较主动积极的将大小事务都汇报给石虎。结果石虎很生气，责骂10岁说，这么小的事儿你自己处理不了吗？还要给我汇报？挨了骂的10岁学聪明了，降低了汇报的次数。结果石虎更生气了，又骂10岁，你为什么不汇报？是不是居心叵测？而且石虎不光是口头上怒斥10岁，有时候还直接抡胳膊打人。按史书上的记载，10岁1个月就要挨打好几次。总之10岁报与不报都是错，站在这儿就是错，出现在眼前就是错，连呼吸都是错。10岁也是被石虎整得服了气。作为一个胡人暴君的儿子，他脑子里没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逻辑，自己受了冤枉气，无论如何也得发出来。怎么发出来呢？简单，把他爹杀了就行。10岁给他的幕僚心腹中庶子李严等人说，天王很难服侍，我想效仿冒读单于杀父之事，取而代之，你们愿意和我干吗？李严等人听完被吓得半死，都怕惹火烧身，没有一个敢回话的。看大家都不支持，10岁也没了兴致，索性随便找了个理由，说自己生病了，就窝在家里不上朝了。但10岁嘴上说着生病了，私底下却带着一支500人的队伍到李严家里饮酒。等到喝得半醉的时候，他又心血来潮给李严等人说，我现在要去冀州杀我兄弟石宣，你们马上随我出发，有胆敢不从的斩首。同行的人一听都吓得魂飞魄散，纷纷装作没听见，随后一溜烟跑路了。而只剩下李严不停地磕头劝谏。然而就在此时，在酒精的作用下，10岁突然犯起困来，反正人都跑光了，意兴阑珊之下，最终他竟然踉踉跄跄回家睡大觉了。10岁的母亲郑樱桃听了10岁的混账事迹，派遣身边的太监前去责备他。10岁一看气不打一处来，随手拔出剑，一剑刺死了太监。另外一边，石虎也听到太子生病不能梳理政事的消息，爱子生病，石虎很关切，就派个女官代替自己去看望10岁。结果正处于气头之上的10岁竟然又拔出剑来，一剑把女官砍死。石虎听说儿子已经发疯了，连自己派去的人都敢杀，感到非常愤怒，立即下令逮捕东宫如李严等人在内的官僚30余人，把太子发疯的锅甩给他们，怒斥是这些人教导无方，害太子误入歧途，然后全部斩首。但另一方面，杀了这些人之后，石虎就马上对自己的好大儿网开一面，宣布赦免10岁，并召见10岁到太武殿与自己见面，想好好问问10岁的情况。
结果石穗压根不搭理石虎。到达大殿之后，石穗一点也没给自己的爹好脸色，象征性的给石虎拜了拜，然后扭头就往外走。石虎很生气，派人质问石穗说：“太子入朝觐见，你怎么能说走就走？”结果石穗白了眼这人，还是爱答不理，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这下彻底激怒了石虎，他当即下令将东宫包含太子和太子妃张氏在内的26名子孙全部斩首，并且乱刀砍成肉块，26人扔到一口棺材里埋了。然后又把太子有关联的200多个幕僚集体处死，可以说是给自己的儿子来了一个灭族。到这儿我不得不笑话一下，杀人如儿戏的石穗毕竟还是too young，比不上真正的暴君石虎。话说回来，石穗被处死之后，石虎选择立另外一个儿子石宣为太子。然而作为两晋系列最阴暗的一期，石虎石宣父子将会上演比石穗这出戏更离谱、更血腥、更骇人的情节。因此本期结尾的阴暗大故事就用石宣做总结吧。石穗死后，石虎封他当前最喜欢的儿子石宣为太子，但是石虎这个坏种一肚子坏水，为了防止太子权力过大，尤其是防备石宣像石穗一样生出谋逆之心，他又让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石涛行太尉之职，掌管军权，与太子分庭抗礼不说，而且还让石宣、石涛轮流掌管朝政。很多事情到了石虎他们一家就会变得很奇怪，除了石虎不是人，石穗是个变态杀人狂，新太子石宣也不是什么好鸟。比如他的爱好也是打猎，但他的猎场却是由人组成的。石宣每次打猎都让文武百官和幕僚站队，站成一个4方人墙，然后再把猎物放到其中，尽情追逐射杀。除了一样变态的爱好，石虎对太子的态度也都多少带点魔咒。本来最喜欢的儿子一旦成了太子，石虎就对他恨得牙根痒痒。石穗这样，石宣也这样。有一次石宣惹怒石虎，石虎当场发飙，称后悔立他为太子，早知道就应该立石涛。而另外一边，比太子还要受宠的石涛则开始得意忘形、肆意妄为，处处都要与太子石宣争宠，处处想压他一头。比如石涛在自己的太尉府里造了一个宫殿，仅房梁就9丈长，还起名为宣光殿，石宣的宣。石宣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为尊者讳，如此明目张胆地冒犯自己的名讳。石涛明显是故意挑衅，愤怒的他带人冲入太尉府，把工匠砍头，又把房梁打断，算是狠狠地教训了一番石涛。然而石涛面对太子的怒火，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原地再修大殿，而且还把房梁再增长1丈，增至10丈，规格比太子府的还要高。这下终于让太子石宣怒火攻心，失去理智了。在他看来，石涛如此狂妄，还不是仗着石虎这个老畜生的喜爱吗？因此石宣制定了一个可怕的报仇计划，他打算一箭双雕，先杀了石涛，然后再趁着父亲石虎去参加葬礼，再杀了石虎，夺了皇位，自己登基。石宣给他的下属杨丕、赵升等人画大饼，说只要你们能把石涛杀掉，我就把石涛封邑全分了，赏给你们。公元348年8月，石涛跟他的僚属们在东明关举行宴会，喝得比较嗨，晚上就直接在东明关的佛经社留宿。佛经社很高，石宣的手下杨丕等人潜入东明关之后，像电影画面一样，用猕猴梯攀援而上，然后翻入房间，趁着石涛酩酊大醉之际，手段非常残忍地将他虐杀。很快，次日清晨，石涛被杀的消息传到石虎耳中，石虎听闻伤心欲绝，一口气儿没缓上来，直接晕死过去。失去爱子的石虎仿佛是一个受了伤的野兽，为了能够见到石涛最后一面，他醒来之后就要立即动身去石涛府邸，但还未出宫就被日后与冉闵一起翻江倒海的李农拦住。石虎恍然大悟，能在皇宫行刺的人，那能是一般的刺客吗？随后石虎下令在太武殿给石涛发丧，并立即调兵遣将，严阵以待。另外一方面，石宣以为石虎一定会亲临现场，于是率领1000多人赶往佛经社。到了事发地点，发现石虎没来。石宣虽然没能连同自己老爹一块收拾了，但是心情还是很不错的。他掀开过失簿看了一眼，看到石涛的惨状之后，直言呵呵，大笑着离开了。而石虎那边，当他发现石宣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被杀了，竟然还那么开心，确信就是这个孽子在作乱，于是借口石宣的母亲因为伤心而病倒，召石宣前来探视，然后等石宣一进宫，就立即逮捕幽禁。经过一番审讯调查之后，石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他决心要给自己爱子报仇，于是
中国封建史上最令人惊骇的一幕发生了。他下令把石宣关进猪圈，然后命人用铁环穿透石宣下巴，再用大铁锁锁紧四肢，然后专门造了一个木槽，用猪狗食物喂给石宣。紧接着，石虎又命人取来了杀害石涛的凶器，逼着石宣舔干净上面的血。石宣疼痛难忍，哀嚎叫声传遍皇宫内外。当然，这一段还有另外一种翻译，说是石虎本人取来了杀害石涛的凶器，自己哭喊哀嚎着，把上面爱子的血舔干净了。但无论哪种翻译，都让人感到恐惧与恶心。然而这还没有完，就这样折腾完了石宣一段时间之后，石虎还是觉得不解恨，他要残忍地虐杀石宣。他让人在邺城的北面专门搭建了一个刑场，上面堆满柴火，准备把石宣烧死。然而在烧死自己儿子之前，石虎又让石涛生前比较宠信的太监郝志、刘霸等人一同到刑场，然后命令郝志他们用手把石宣的头发全部拔光，再抽出石宣的舌头割掉，然后把石宣下巴上的铁环取下来，重新拴上绳子，拽着绳子仿佛牵牲口一样把石宣拉到行刑台，随后依次再砍断石宣的手和脚，再挖出他的双眼，再把石宣开胸剖腹，然后再点燃柴火，四面纵火，活活将儿子烧死。然而人死了还不够，石虎又下令将石宣的骨灰扬到各条大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石宣人死了，他的妻子和余党还都在。石虎又命令将石宣的妻子等9人全部杀死，又把石宣的卫士、宦官等数百人车裂，将破碎的尸体全部投进漳河，又把太子生前居住的皇宫给扒了，改建成猪圈。这还没完，然后他又把东宫10万多卫士全部贬为奴隶，发配到凉州，并最终演化成了压倒后赵的第一根稻草——凉毒起义。石虎杀石宣家人时，石宣的小儿子，也就是石虎的孙子，只有5、6岁。行刑前，他抱着石虎的腰大哭，一边哭一边喊：“爷爷，我没有罪过，不要杀我。”动了恻隐之心的石虎，曾经一度想要留下这个小孙子，结果却被后赵的畜生群臣所裹挟，他们硬生生把小孙子从石虎身边拽走，随后砍头。被杀时，这个小孙子手里还攥着从石虎身上扯下来的衣服碎片。石虎也因为大受刺激，就此病倒。在往后的日子里，他越来越衰弱，直至走向了死亡。属于石虎的时代就要过去了。至此为止，一整集的阴暗故事终于结束了。不过观众朋友们，你们以为接下来就可以松口气了吗？尽管发生在个体和家族层面的凶残故事告一段落了，但发生在整个民族和政权方面的惨烈故事却要即将上演了。公元349年，石虎死，天下崩。紧接着发生在后赵朝堂上接连不断的阴谋政变，导致北方形势急转直下，石家的皇帝排着队的被杀，人头滚滚之下，最终断子绝孙。趁势崛起的野心家冉闵则是颁布了一道杀胡令，不到半个月，邺城内外胡人被杀20万，截胡垮台了。五胡接力棒悄然传到了氐人、羌人手里，蒲洪、姚一仲趁后赵崩盘之际，大肆抢夺地盘，割据一方，而他们都没有看到，发单于苦寒之地的鲜卑慕容氏却已经疏忽之间将兵锋推进到了中原腹地，大有问鼎中原之势。